2026年2月16號除夕夜，宇樹幾款機器人在春晚的舞台上打墜拳，彈射空翻超過3米，集群的速度每秒4米，全球的社交媒體都沸騰了。中國的 AI， 中國的机器人領先世界了。然而呢，宇樹科技的創始人王星星他說了一句話，這句話幾乎沒有看到什麼新聞媒體來報道。本次的春晚表演是運動控制的勝利，它不是具身 AI 的覺醒。他知道怎麼樣不在舞台上摔倒，但是他並不知道自己其實是在打功夫。這個意思就是，您看到春晚舞台上的那些空翻、那些坠拳、那些非常精準的集群的走位和控制，基本上可以認為是預設動作的精準執行，和理解世界自主操作的具身人工智能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這個並不是謙虛，這其實是蠻誠實的一句話。那真正的具身 AI 在什麼地方呢？2025年12月18號，荷蘭洛陽林德時代的中州工厂，沒有鎂光燈，沒有熱收，一台人形機器人非常安靜地站在電池生產線的旁邊，他把一個帶有數百伏高壓的測試的插頭非常精準地插進了電池包的指定位置，插好了再來一個。工人需要非常頻繁地接觸高壓的工序，而林德時代這樣一台機器人，它每一天能夠做人類工人3倍的工作量，成功率超過 99%。 春晚舞台的這個墜拳轟動了全球，而林德時代工廠裡頭的這個插頭幾乎沒有什麼人知道。但如果你問我哪一件事情更值得認真對待的話，我的回答是這個工厂裡的插頭。不是因為插頭比墜拳更酷，很明顯不是，而是因為這個插頭的動作意味着一堵40年都沒有被翻過去的牆，第一次被人順利的翻過去了。而這樣一堵牆背後是什麼，才是今天這個視頻真正我們要聊的事情。要理解林德時代這個插頭的意義，我們先要理解一件事情，在它之前，其實工業自動化發展了好多年，但是遇到了一道始終沒有辦法逾越的邊界。過去70年，工業機器人基本上把製造業當中所有可以重複精確的任務都接管了，比如說焊接、冲壓、噴漆、搬運，所有這些任務的共同特點是物體的位置、形狀、重量基本上都是固定不变的。工業機器人它並不需要去理解这麼一個生產線，它只需要被精準的編程，然後把同一個動作重複100萬次，誤差不超過 0.1 毫米。而這件事情它做的比任何人類的工人都要好。但是有那麼一類任務啊，工業機器人在過去70年都沒有辦法來接管。比如說需要處理那些軟的、會變形的、不規則物體的任務，汽車線束的裝配、電池連接器的插接、衣服的折疊跟縫製，然後食品的分揀跟包裝、電子元件的精密手工組裝，所有這些任務它們的共同特點是物體它每一次的狀態都略有不同。一根線束今天是彎左邊，明天彎右邊，那一個連接器它位置可能會偏了2-3毫米，角度可能歪了2-3度，而衣服的形狀跟墜感那就更加千变萬化了。對於人類來說，這些都不是個事兒，因為你用手一摸，感覺一下就能夠自動調整，這個就是所謂的手感。而對於需要預先編程的工業機器人來說，這2毫米的偏差就是一個災難，因為它根本就沒辦法處理這個事情，它沒有手感這個概念。所以過去70年以來，全球的汽車廠、電子廠、電池廠，他們沒有一家真正能夠用工業機器人來解決線束跟連接器裝配的問題。不是沒有人嘗試過，而是每一個嘗試都失敗了。這樣一道牆把製造業其實切分成了2半，一半的話自動化已經接管了所有的工序，而另外一半是必須要永遠留給人工來處理的其他的工序。而後面這一半是製造業裡頭最後的一大批人力密集型的工序。
全球的汽車行業，它每一年在線束裝配上花費的人工成本超過500億美刀。因為這些工序沒有辦法被自動化，不是因為沒有需求，而是因為以前根本沒有辦法做得到。而千尋智能是第一次在工廠的量產環境底下翻過了這道牆。這個千尋智能的機器人在寧德時代中州工廠，它的任務學名叫做 EOL 測試工序，把帶有數百伏高壓的這個測試的插頭要非常精準的插接到不同型號電池包的指定位置。那這個工序的特殊之處在於多品種、小批量、高柔性，基本上每隔一段時間就可能需要更換這個型號，接口的位置跟角度都不会完全一樣。這種情況，傳統的工業機器人是完全沒有辦法勝任的。而寧德時代的這個智能機器人，他們靠的是端到端的視覺、語言跟動作模型，不是執行的時候預設好了程序，而是需要實時掃描當前連接器的位置和角度，然後要動態判斷應該怎麼樣調整抓握跟插入的這麼一個動作。而面對來料位置的偏差、插接地點的变化，它要能夠主動的應對。換句話說，它具備了某種意義上的手感。測試的結果就是插接的成功率穩定在 99% 以上，然後節拍能夠達到熟練工人的水平，每日的產出是人類工人的3倍。但在這個地方還是要忍不住潑一下冷水，這個還只是工業任務級別的突破，它並不是通用能力的突破。這個 99%它是在一個高度受控的生產線環境底下實現的，有固定的光線、固定的来料方向、固定的型號範圍。一旦這個光線因為天氣或者是照明的原因變暗了，或者是角度不同了，或者是某一批零件的公差出現了偏移，或者這個機器人被搬到了一個從來沒有見過的工廠環境，這個成功率到底會跌到多少，其實沒有人知道。這個並不是在貶低千尋智能的成就，任務級的突破已經是非常扎實的、非常值得稱道的一個工程成就，而且極其艱難。但我們也要理解它的邊界，才能夠理解接下來的這樣一場競爭真正的底層邏輯。我們的問題不是牆有沒有被翻過去，事實上它已經被翻過去了，這個不再是一個問題。真正的問題在於翻過去之後的這個速度有多快，以及當它越來越強的时候，會把一個什麼樣的東西給釋放出來。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幾乎所有的分析師在預測這場戰爭的時候都會說幾週之內一定會結束，結果打了3年，打到現在變成一場消耗戰。讓這個戰局陷入僵局的核心的因素已經不僅僅只是戰術，不僅僅是前線的指揮官，也不僅僅只是士兵的鬥志，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極其樸素的工業的問題。誰的炮彈生產的更多更快？2024年俄羅斯的炮彈產能是美國和歐洲盟友加一塊的3倍。這樣一場戰爭給所有在認真觀察的人留下了一個沒有辦法忽視的結論：現代戰爭的勝負手是制造速度，不是武器的先進程度。而且這裡還有一個悖論，就是俄羅斯它的這個產能優勢實際上還是依靠的蘇聯留下來的老底子，特種機床、三班倒的人力。這個問題在於人力這個變量在接下來的20-30裡頭會變得越來越貴，越來越稀缺，越來越難以預測。中國面臨的是生育率下降跟人口老齡化，美國的彈藥廠因為過去幾十年的這個產業空心化，已經招不到足夠多的合格技工了。這就是為什麼2022年當美國想要給烏克蘭擴大炮彈產能的時候，發現最大的攔路虎就是找不到會操作老式機床的工人。這樣一門手藝在美國幾十年以前就已經斷掉了傳承。現代戰爭需要工業人口，但工業人口在快速消失，這個才是人形機器人真正的戰略價值所在。它是要在沒有工人願意進工廠，或者已經沒有工人可以招募進來的時代，讓這樣一條生產線還能夠轉動的唯一解。
而且一旦這個微一解成熟之後，它帶來的不僅僅只是線性的產能提升，而是乘數效應。人類工人每一天工作8個小時，機器工作24個小时。林德时代的這個數據已經驗證了，同樣的工序，機器人的產出是人類的3倍。同一座工廠完成機器人化之後，在不增加廠房、不增加土地的情況底下，這個產能在理論上可以翻3倍。而且這個乘數它不依賴招工，它也不受勞動力市场波動的影響。更關鍵的是什麼呀？人形機器人它真正顛覆性的意義，不是說對於工業機器人已經覆蓋的這半邊製造業，而是對於那樣一堵40年沒有翻過去的牆的另外一邊，是柔性操作的人工的堡壘。比如說無人機的組裝，它恰好就落在這樣一道40年的牆的另外一邊。因為無人機的外殼是非標件，它的線束要手工來對位，而精密元件的焊接需要感知力度，所有這些工序正好这是工業機器人一直都沒辦法做的手感任務，也恰恰好是人形機器人剛剛開始來接手的能夠勝任的這樣一種類型的操作。導彈總裝裡頭同樣有相當比例的工序是工業機器人它沒有辦法勝任的柔性操作，而這些工序一旦未來被人形機器人來接管的話，產能的上限它就不再受人力來約束了。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無人機生產國，軍用級的無人機年產能已經超過數百萬的量級。把這樣一個基數乘以未來的機器人的乘數效應，到底得出一個什麼樣的數字？很少有人願意認認真真算出來，然後大聲喊出來。這個才是真正讓五角大樓頭皮發麻的地方。它不是春晚舞台的這樣一場醉拳，而是寧德時代的這個插頭，以及它暗示的未來的軌跡。講到這個地方，有些人可能會說，那中國是不是注定會贏呢？其實還差得遠，因為人形機器人從任務級的突破走向大規模滲透工廠，還差一個決定性的環節，就是具身 AI 的能力能不能夠快速的泛化，從一個任務拓展到1000個任務。而這件事情才是中美之間真正的競爭焦點，而且這個競爭的格局跟所有人的直覺都有點不太一樣。等一下，艾森在這個地方要稍微停頓一下。大多數人以為中美具身 AI 的差距在於芯片，這個判斷不那麼準確。芯片影響的是大語言模型的這個訓練速度，而具身 AI 目前最核心的瓶頸不是模型有多聰明，而是餵給模型的物理世界的數據到底從哪兒來。想要讓一個機器人它學會走進一個陌生的廚房，它就能夠找到必要的工具，比如說水壺啊、自來水啊、電源插座，幫你煲熱水，然後沏一壺茶。那你需要機器人在真實的物理世界裡頭反復的訓練、反復的測試，採集它每一次的視覺的感知、力度的反饋，調整軌跡，然後編譯成訓練的數據。那這一類數據你在目前的互聯網上是不存在的，你也沒辦法靠爬蟲來爬取，也沒辦法合成足夠多，也沒辦法用文字來替代，它只能夠從真實的物理世界的操作當中產生。這個是具身 AI 跟大語言模型最根本的區別。大語言模型可以靠吞吃幾十年累積下來的人類文本的數據長大，具身 AI 它只能夠依靠機器人真正部署在物理世界裡頭，才能夠產生訓練它所需要的數據。特斯拉比較特別，它經常被引用的一個優勢就是 FSD 的這個自動駕駛的數據。幾百萬輛特斯拉的車，它每一天都在路上行駛，積累下來幾百億英里的駕駛的數據。馬斯克說，所有這些數據都可以直接遷移給特斯拉的機器人。那這個說法有一半是真的，但另外一半被高估了。因為特斯拉它可以把這個自動駕駛的視覺感知神經網絡直接移植給 Optimus 它的機器人，因為同一套攝像頭架構，同一套空間建模的算法，這個讓特斯拉的機器人它有一雙已經經過海量訓練的眼睛，能夠非常精準地感知三維空間。這一部分是真的。
但是被高估的另外一半是駕駛的數據對於機器人的手幾乎沒有什麼幫助，因為駕駛的場景裡頭汽車它是跟物理世界接觸的方式只有一種，4個輪子壓着地面，它沒有抓取的動作，沒有擦接的動作，它不需要處理軟性的物體，它沒有力控的反饋。而具身 AI 目前進展最慢、最難突破的，恰恰是手部的操作。特斯拉用自動駕駛換來的是一雙非常好的、已經訓練好的眼睛，它可以走路，它可以判斷周圍的環境，但是手的能力依然需要靠工廠裡頭的真實的操作數據來單獨累計。所以馬斯克他做了2件事情來解決手部數據的問題。第一件事情是專門雇人，他穿上動作捕捉的衣服來採集手部操作的數据時薪大概$48，然後穿着 VR 的設備，每天行走7個小時，模仿機器人的動作来生成訓練的數據。這個是公開的項目，新聞媒體上有很多的報道。而第2件呢，就是直接用工厂的攝像頭錄製真實操作的視頻來訓練他們的機器人。2025年之後呢，特斯拉開始從遙控的操作轉向這種更高效的視頻訓練方式。這2件事情都是真實的，其實值得認可，但他們也都有一個共同的局限，就是無論你是通過 VR 遙控還是視頻的訓練，本質上其實都是在複習已經知道的那些過往的操作，而不是在探索未知的世界。什麼意思呢？穿着動作捕捉服的人，他是在干淨的實驗室裡頭重複擰螺絲擰1萬次，但是他沒辦法模擬那顆螺絲在真實工廠裡頭擰了2萬次之後開始有一點點那麼變形，有一點點滑絲的手感。他也沒辦法模擬一些沾了窃销液的那些连接器带来的視覺的干擾，他也没辦法模擬供应商如果換了一批貨導致零件出現公差悄悄漂移的這個過程。所有這些就是工程師所說的骯髒的數據。真實生產線在長期運行當中自然產生的那些異常、磨損、偏差，這樣一種類型的數據不可能在特斯拉的實驗室裡頭刻意制造出來，只能夠在生產線上自然的湧現。而髒數據恰恰是讓機器人從實驗室狀態走向工廠魯棒性的關鍵的訓練素材。特斯拉真正的優勢不是自動駕駛的數據本身，而是數據管線的架構。每一台部署在特斯拉工厂裡頭的這個機器人，它的所有的操作經驗，每一次抓取電池，每一次擰螺絲，都會通過統一的數據管線回流到同一個中央模型裡頭。所有的 Optimus 他們會共享同一套大腦，每一台的經驗都會讓所有的機器人同一時間變得更聰明。這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數據飛輪。但是馬斯克也有讓他非常頭疼的地方，因為剛才已經講過，填進這個管線的數據質量上存在根本的限制。特斯拉的實驗室的數據太乾淨了，真實的生產線才能夠產生骯髒的數据，而髒數據的來源取決於你有多少在真實的工廠環境裡頭部署的機器人。正是因為製造業空心化，現有的美國本土製造業的這個場景規模已經從根本上限定了特斯拉的機器人他們能夠挖到的髒數據的天花板的上限。而這個就引出了中國的結構性優勢，因為中國是全球製造業規模最大的國家，超過35000個智能工廠，工業機器人的裝機量超過200萬台。最關鍵的是，中國製造業裡頭柔性操作任務的密度是全球最高的，因為中國保留了其他所有国家已經外移的或者是消失的大量的勞动密集型工序。每一個這樣的工序都是一個潛在的數據產生的環節跟節點。每一台被部署到比如說寧德時代、比亞迪、富士康生產線上的人形機器人，他們都在採集這些最稀缺的、最有價值的這樣一種類型的數據。真實的柔性操作在真實工廠環境裡頭產生的長尾物理反饋。而且中國生產線的這個變化速度本身就是一種非常獨特的訓練的價值，因為中國工廠他們這個產品型號迭代非常快，3個月一小改，半年一大改，所以這樣一種頻繁的切換
對於工人來說是一種折騰，但是對於具身 AI 來說是非常難得的、高難度的天然訓練場。它強迫機器人要不斷面對新的来料、新的型號、新的邊緣的情況。這個是中國可以說是最大，但是很少被人意識到的一個優勢。中國坐擁全球最大的具身 AI 訓練的數據礦場，這是真實產線上的真實的長尾數據，是大量的還沒有被開發、沒有被系統性挖掘的寶藏。我們可以對比一下美國的現實。過去40年，美國把製造業大規模的外吸，把工廠、工序裡面產生的這些物理操作的场景全部都轉移出去了。而現在要在美國本土重新把這些工廠建起來，重新累計具身 AI 最需要的這些環境這樣一類的數據，這個礦根本不在美國了。而這個困境也不是美國所獨有的，日本是全球工業機器人第一大出口国。法拉科、安川、川崎，日本在工業自動化領域的這個累計曾經是無人能及的。但是在人形機器人這樣一場競爭的環境裡頭，日本幾乎缺席了。而原因之一，正是因為過去30年，日本的製造業也在持續外移，而這之後，日本本土已經沒有足夠規模的柔性操作的場景來產生足夠多的訓練數據。曾經最會製造機器人的國度，現在反而沒有讓機器人學習的地方，而這個反諷道出了具身 AI 競爭最底層的邏輯。那說到這個地方，有些觀眾可能會想，那中國不是穩贏了嗎？寧德時代它這個插頭是真實的，髒數據的優勢也是事實，工廠規模那更加不用說了。但如果我只說事情的這一面，我就是在重複這個贏麻了的敘事。這裡頭其實有2道真實存在的攔路虎，某種程度上他們比芯片被美國人卡脖子可能還要更加難以解決。百度它有自動駕駛的數據，但是它不造機器人；宇樹它造機器人，但是沒有車隊；小米2樣都有，但是蘇七跟 CyberOne 他們還是2個獨立的團隊。而比起特斯拉一條數據管線焊實兩端，中國的數據海洋中間可以說隔着一道又一道的堤壩，他們的格式不兼容，管線沒有互通，要跨域遷移的話，這個沒有打通。宇樹科技2025年賣出了5500台人形機器人，而同一時期特斯拉實際出貨量大概只有150台左右，差距是36倍。特斯拉的數據飛輪一直在轉，但是宇樹的5500台機器人卻分散在幾百個客戶手裡頭。每一台機器人的操作數據都留在各自客戶的本地服務器裡頭。寧德时代的數據歸千尋智能，比亞迪用的機器人數據歸另外一家，富士康又是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體系。150家機器人企業實際上就是150條數據管線跟150個沒有互聯互通的數據孤島。但是我們大家要記住一點，就是5500個會動的硬盤，它並不是一支會共同進化的軍隊。特斯拉的數據飞輪在轉，每一台機器人的經驗都回流到了同一個模型，所有的機器人他們能夠共同進化，一起變聰明。中國的數據礦場就在這個地方，但是飛輪還沒有啟動，每一台機器人只能夠讓這一台變得更加聰明，但沒辦法讓整個機器人的網絡共同進化。雖然我知道這個工信部正在牽頭制定具身 AI 的數據標準，他們嘗試要解決這個問題，但是標準化它只能夠解決格式兼容的問題，它解決不了另外一個更深的攔路虎，就是數據確權到底是誰說了算。富士康生產線上的這個機器人，它採集到的這個操作數據，憑什麼要拿給宇樹去訓練它的模型呢？因為這些數據裡頭包含了富士康的生產工藝、良品率等等數據，還有排班的節奏，所有這些信息都是商業機密。即便技術上能夠打通，那法律上憑什麼要給你宇樹呢？由誰來定價？由誰來授權呢？這個不是一個假設的問題，這是每一個想在中國建立統一數據管線的公司都必須要面臨的一個挑戰，而且到目前為止沒有清晰的答案。舉一個例子，有一家做精密焊接的中小工厂，200多個人的規模，他們做的是新能源汽車的
銅牌焊接。老板老張去年花了200多萬，他部署了一台人形机器人，半年下来，机器人採集到了5萬條高質量的焊接操作的數據，每一條都包含了比如說火花的顏色、焊槍的壓力、收弧時候的角度，這些都是老張20年焊接經驗摸爬滾打摸出來的最好的工藝參數。他從來都沒有打算把它們寫下來，但是機器人在實際的操作當中幫他記錄下來了。然後比如說機器人公司找上門，我們想要買你這5萬條數據拿去迭代下一版的模型。老張就問了，那如果我給了你，我的競爭對手他們是不是也就能夠買到同樣的授權呢？機器人公司說這個嘛我們還在研究。那這樣一種情況，老張就會非常直截了當的回答，這樣啊，那我不給。所以大家看到了嗎？中國的機器人部署即便是越來越多，數據累計越來越厚，但因為每一座數據的礦場都鎖着門，數據確權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所以飛輪就轉不起來。即便中國有全世界最豐富的數據礦場，但目前這個階段暫時你還鑿不出來。而且還有一個隱形的風險，幾乎沒有見到有人來公開討論，就是英偉達的仿真平台。這個是全球主流的機器人物理仿真的環境。這個仿真的平台能夠在 GPU 的加速下，1秒鐘就能模擬現實世界一整天的物理的碰撞、摩擦力、材料形變等等數據。中國具身 AI 的訓練其實是非常大量的依賴英偉達的這個仿真平台。一旦某一天特朗普突然間想起來了，他要限制中國人訪問這個平台，那這個制裁的影響甚至有可能比芯片的禁令還要更加要命，因為你沒有其他地方讓機器人可以安全的摔跟斗了。而且更深一層的問題在於，英偉達這個仿真平台它真正的護城河不是這個軟件本身，而是它內置的物理參數庫，也就是各種不同的材質，它們的摩擦係數、反光率、硬度、形變曲線等等等等。所有這些物理的參數是英偉達花了好多年的時間從真實的物理世界裡頭測量、採集、標定的，它本身就是另外一種礦場。而沒有這樣一套物理的參數，你的機器人仿真基本上會是失真的。機器人在這個仿真裡頭練出的本事，搬到真實的物理世界裡頭就會大打折扣。所以我們回到最開頭的這個畫面，春晚舞台上的醉拳，它展示的是中國硬件供應鏈的真實的實力。宇樹的這個機器人$13,500美元，最新款只要$5,900美刀。而根據摩根斯坦利的這個估算，特斯拉如果它把供應鏈從中國移走的話，這個成本會從46000美刀瞬間飆升到131,000美刀。核心的驅動因素是，比如說執行器，中國佔了全球63%的市場份額，而單這一項的這個成本就會從22,000美元上漲到58,000美元。中國製造這樣一道硬件的優勢其實是非常碾壓性的。這個硬件優勢它不單單只是便宜，它其實在重寫全球製造業的效率天花板。根據美國智庫 CSIS 的這個報告中國的工業機器人密度已經突破了每萬人470台，預計年底的時候就會超過600，而美國的機器人密度只有不到300台，295台。僅僅2024年一年，中國就已經安裝了29.5萬台工業機器人。這一年，中國新裝的機器人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國家加起來的總和還要多。重慶长安汽車的這個黑燈工廠裡頭，2000台機器人協同工作，哪怕不開燈，它也能夠精準的運行，每60秒組裝一輛新車。這個成本比傳統模式降低 20%。您知道這意味着什麼嗎？意味着華盛頓他花了很大的力氣把中國製造從美國市場排擠出去，力推所謂的有案外包，把供應鏈從中國搬到比如說墨西哥跟越南，是為了降低地緣政治的風險。但是當中國的工廠裡頭機器人比人要更多的時候，工人的時薪就不再是一個变量，而是向着电價來靠攏。而當這樣一種黑燈工廠普及開來的時候，墨西哥靠什麼來跟中國拼呢？到時候美國的有案外包的戰略
勢必一定會破產。林德時代的這個插頭40年沒有被翻過去的這樣一道柔性操作的牆，是制造業最後一塊人力密集型的堡壘，是烏克蘭戰爭揭示出來的這個刨冰方程式裡頭最後一個還沒有被釋放的層數。當然，中美之間真正的競爭，它不僅僅在於芯片，也在於數據。特斯拉有非常好的挖礦工具，但可惜啊，這個礦不在美國了。製造業空心化已經把這個礦轉移到了中國。中國有全球最大的數據礦，但目前還是一盤散沙。但我想，我在這個視頻裡頭還想往前走一步，那說一件超出到底誰贏誰輸的事情。美在機器人產業上的競爭，它不是關於效率，也不僅僅只是關於成本。工廠是有記憶的，所以當你的機器人滲透到了足夠多的工廠以後，工廠會開始圍繞機器人的能力來重新設計工序跟生產線，螺絲怎麼樣放，來料怎麼樣擺，燈光怎麼樣布置，這是一個雙向的適配的過程，而且一旦形成以後就很難逆轉。如果是特斯拉的 Optimus， 它先滲透了全球的工廠，未來全球製造業的這個工序設計就會圍繞特斯拉的這個機器人的視覺系統、力控能力、操作的邏輯來優化。這樣一套標準就會在英偉達的仿真平台上跑起來，用英文來編寫，鑲嵌進入美國的工業軟件的生態。但如果是中國的機器人先滲透了全球的工廠，那就會是全球的製造業沿着中國供應鏈的邏輯開始演化。2025年，中國的企業拿下了全球人形機器人出貨量的 80% 以上，智源機器人以 30% 的全球份額排名第一，而語數以 26% 緊隨其後。這個不是終點，這個是起跑線上的位置。人形機器人進工廠，本質上是工業文明最後一次大規模的書同文，車同軌。誰的機器人能夠率先定義工廠裡的拿、放、插、領的這個標準的動作，誰就會在之後20年裡頭擁有了最難被替代的工業話語權。我是艾森，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裡頭平安喜樂，馬年大吉。我們下期節目再見，謝謝大家。